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味厨娘。今天用豆腐和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做法。自从学会这个做法，孩子再也不挑食啦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块老豆腐，对半切开，再把它切成 1.5公分左右的厚片。切好以后，调个料汁，碗里面加入2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1勺食盐，1勺白糖，再倒入一点清水，把它搅拌均匀备用。这会儿我们把鸡蛋液慢慢的倒进豆腐里面，把碗晃动一下。
太多了会很咸，薄薄的抹上一层就可以啦。抹好以后，再把之前切好的胡萝卜丁直接撒上来，撒的时候撒得均匀一些，边边角角的地方都要撒到。再把葱花也撒上来。撒好以后，从一头慢慢给它折起来。折的时候稍微折得紧实一些，用手稍微压一压，这样方便后边操作。全都折好以后，再用刀给它切成小剂子，不要切得太宽，大概3厘米左右就可以啦。全都切好以后，两个给它重叠起来。用手掰开，因为用手掰出来的白菜帮，由于它的切面不规则，这样更利于吸收汤汁，而且好入味。掰好后，给它单独装入筐中。白菜叶子也用手给它撕开，然后准备一把大蒜，给它切成蒜粒。做炖菜时，大蒜我们不需要切得太碎。接着再切几片老姜，一段葱花，
切好装入盘中，然后加入1颗八角捏碎。做炖菜时加1颗八角也是很香的。最后再加一点花椒。取出老豆腐，中间先切开，然后再把它切成厚约1厘米的片。做白菜炖豆腐，我们用老豆腐，而且还要切得厚一点。如果切薄了，煎出来的豆腐口感就会发硬，不好吃。豆腐切好后，先给它装入盘子里。下面把粉条处理一下，粉条给它泡到3成软的程度就行了。如果泡太软，后面粉条就吸收不了多少汤汁了，那么吃着就没有味儿了。然后再用凉水把粉条冲洗一遍，这样可以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再准备1小块五花肉，做炖菜时加入1块五花肉会很香的。而且呢，还要把五花肉切厚一点。即使后面把五花肉的油煎出去了，但是吃五花肉口感也不柴，还会嫩。切好后给它放入盘中，再来调个料汁。大碗里加入3勺生抽、3勺蚝油、2勺鸡汁，一点点白醋增个风味，1小勺盐，1小勺白糖提鲜。再加入约400毫升左右的清水。最后再加一点老抽上色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方便白菜、豆腐都能够均匀的吸收到调料。平底锅中加入1勺食用油，放入豆腐，开小火慢慢煎。煎豆腐时，如果家中有不粘锅，可以用它，这样煎出来的豆腐吸油会比较少一点。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，豆腐表面煎黄就能翻面了，不需要煎太老，太老的话发干不好吃。然后再晃动下锅子，使每块豆腐都能沾到食用油。另一面煎黄就可以关火了，然后把豆腐先放那里。炒锅中再少加一点食用油，放入五花肉片，把它一片一片的摊开，然后用小火慢慢煎。煎到出油并且表面焦黄时，加入1勺米酒去腥。米酒不仅能够去腥，而且本身还甜甜的，这样炖出来的菜会比料酒更加好吃。炒到油变得清澈透亮时，把准备好的香料倒进来，再加入1把干辣椒。如果不能吃辣，辣椒就不用剪开，这样既吃不到辣味儿，而且又香香的。炒出香味后，倒入白菜帮，转成大火，先把白菜帮炒软。炒软后下入白菜叶子，继续大火，把白菜叶子也炒软。白菜叶子炒软后，用铲子把它均匀的铺满在锅底，再把豆腐放在白菜上面，然后用筷子把豆腐也铺均匀，这样方便每块豆腐都能够入味。再把粉条放豆腐上，同样给它摊开，然后再倒入调好的料汁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后转中火，给它炖上8分钟。8分钟后拿去锅盖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大火给它收汁了。收汁的时候可以用锅铲推动一下菜，防止底部的白菜糊在锅底上。汤汁我们不需要收太干，收到像这样就行了，不然太干的话，粉条就容易坨在一起。然后倒在一个大盆中，撒一点葱花，这样做出来的白菜炖豆腐特别好吃。粉条不但入味，而且口感还不发硬，关键还特别的嗑又弹，有嚼劲儿，非常好吃。豆腐也是一样，非常入味儿，而且豆腐还不破损，非常完整，这样大块的吃起来更爽。同时白菜帮非常软烂，不但好消化，而且还不塞牙。白菜叶子也特别好吃，即使炖这么长时间，口感依然是清脆的。
这样做出来的白菜炖豆腐，一天一次也吃不腻啊！喜欢的话就试试吧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。黄豆这样做太好吃了，做法简单，大人孩子爱吃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准备适量的毛豆，用清水给它多冲洗几遍，洗干净。洗好后控水捞出。煮锅中加入半锅清水，开大火烧开。烧开后下入毛豆，中小火煮10分钟。毛豆这样煮一下可以去除豆腥味。用漏勺捞出来，放入漏篮中，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下凉。取出黄豆，这里一共是200克黄豆，放入到料理机中，加入150毫升清水，选择果蔬键打成细腻的豆汁。300克高筋面粉里加入3克酵母，先把酵母搅拌均匀，再把打好的豆汁分次少量加进来，搅拌成一个软软的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一个光滑没有干粉的面团，像这样。然后加入少许食用油，继续揉，揉到油面不分离的状态。盖上保鲜膜，放在温暖的地方，发酵至体积2倍大。小碗里加入豆腐乳，如果你的盐味大，可以多加几块，或者再加点食用盐。然后用勺子把豆腐乳压成泥。面团发好的状态是手指戳下去，洞口不回缩，像这样。案板上撒上干面粉，取出发好的面团，给它揉面排气。排好气后，把底部给它捏严实，然后翻过来，再整理成一个4方形，撒上干粉防粘，取出擀面杖，把它擀成一个厚度约3毫米的方形大面片，再用擀面杖把边缘修整一下，然后在面片上均匀地放上食用油，再像这样给它对折一下，这样手不用碰油就可以把油涂抹得均匀。接着再把腐乳泥涂抹均匀，再像这样选择一头，把它卷起来。卷好后给它对半切开，放在不粘笼垫上，中间要留有空隙。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15分钟，手指轻轻按压能够立刻反弹，说明2次发酵好了。然后开大火蒸25分钟左右，再关火焖5分钟。蒸熟后再趁热斩块，麻溜点，手起刀落，这样不会破坏表皮。黄豆这样做口感非常松软，即使是牙口不好的老人孩子也能够咬得动。因为我们加入的是黄豆，这样面粉里就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，早餐吃比油条营养，还有浓浓的腐乳香，喜欢可以点赞下哦，谢谢您的观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纯手工做豆腐的方法，非常简单，不用石膏、内酯和卤水，只用普通的白醋，做的豆腐又白又嫩，和买的一样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好200克黄豆，先加入清水，把它淘洗一遍，洗去黄豆上面的杂质。淘洗干净后，再加入清水，水量多加一点，把黄豆浸泡1夜。泡至黄豆这种非常饱满的状态，我们把它控水捞出，放到料理机里。
这个时候向里面加入1000毫升清水，选择果蔬键，把它打成细腻的豆浆。找一个纱布袋，把打好的豆浆直接倒入锅里，然后用力挤干净里面的豆浆。我的锅口径是32厘米的，200克就做满一锅了，所以黄豆不要贪多哦。挤出来的豆渣我们可以摊鸡蛋、摊饼吃，不要扔。然后再向煮锅中加入1500毫升清水，先用漏勺把表面的浮沫给它撇出去，这样在煮黄豆的时候不容易溢锅。然后开中火，我们开始煮豆浆。煮豆浆的时候很容易糊锅，要用勺子给它不停地搅拌一下。而且豆浆在煮的过程中很容易溢锅，我们最好人不要离开那里。把豆浆煮开的时候会有浮沫出现，再用漏勺把浮沫给撇出去。这个时候由中火转成小火，再煮5分钟，彻底把豆浆煮熟。豆浆煮熟后，我们关火，放在那里先静置2分钟。这个时候小碗里加入50克白醋，再加入50克清水，白醋和水的比例是1比1。加好后用筷子给它彻底搅拌均匀。2分钟后，豆浆表面结了一层膜，这层膜是腐竹，不要扔，也可以吃，而且非常的香。这个时候把调好的醋水分3次，给它慢慢的倒入到豆浆里，不要一次性倒完。用勺子在锅里面以画圈圈的方式，给它慢慢的让醋水接触豆浆，这样豆花会接得多而且均匀。然后再放在那里静置3分钟。3分钟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，已经有好多豆花了，而且是大块大块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开小火煮2分钟，让豆花充分的凝固。2分钟后关火，用一个稠密的滤网把上层的水给它撇出去。这个水就是卤水，下次做豆腐可以直接使用。撇出去后，我们找一个像这样的筐，放在盆里，然后铺上一层滤布，把做好的豆花倒进来，再把滤布各个角给它折一下，然后找一只平盘放进来，因为平盘它的接触面积大，豆腐会压得更均匀。放上重物，压至少半个小时以上。5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纱布来看一下，压的已经差不多了。我们把它给翻个面，再把边角修整一下。200克黄豆只出来这么多豆腐，不过也够3口之家一顿吃的了。再根据你的个人喜好把它切成块，这样做出的豆腐又白又嫩。我们拉近镜头看一下，看，这样用白醋点出来的豆腐和买的豆腐是一样的，口感也是一样的好吃，而且零添加，自己做的更放心，小孩子和孕妇吃都非常的放心。如果喜欢你也试试吧，喜欢的话可以先收藏起来，方便下次查找。我是阿胖，点我头像还能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胖，今天分享一个男女老少都能喝的豆腐羹。我们先把配菜处理一下，准备一小把木耳提前泡发，先把它切得碎一点。木耳切好后，把它搓起来，先放入盘中。再准备一把去皮泡发的花生米，把它切得碎一点，切好和木耳放一起，
再准备一小把泡发的干黄花菜，也是把它切碎。这个配菜呢很随意，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都行，切好和木耳放一起。再准备几块鸡胗或者是鸭胗，先把它切厚片，再改刀切成大一点的颗粒。如果牙口不好，就把鸭胗切得再大一点，这样吃鸭胗会好嚼，不塞牙。准备一小块五花肉，先把它切厚片，然后再切成小颗粒，切好搓起来，单独放入盘中。再切点葱花，切好单独放入盘中。下面准备一块嫩豆腐，先中间横切一刀，再切成宽约1厘米的条。像这样把豆腐放小案板上更好操作。接着旋转一下案板，再把它切成1厘米的小方丁。取出炒锅，开小火，倒入食用油，再倒入五花肉丁，出里面的油脂。煎至五花肉丁颜色焦黄，油脂出来，下入鸭胗翻炒，把鸭胗翻炒一会儿，再加入米酒去腥，转成大火，炒走肉腥味。下入葱姜蒜，再翻炒一会儿，炒出香味后，下入木耳等配菜，再把配菜翻炒一会儿，下入豆腐丁，再加入1碗高汤。有高汤加入高汤会更营养，也更好喝。没有的话，直接加入清水代替。再根据个人盐味大小加入食用盐、蚝油、生抽调个味，然后再加点白糖提鲜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下面准备一只空碗，向里面加入适量的淀粉，再加入清水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调一个淀粉水。煮开后，先用勺子舀起一点，尝尝咸淡，根据自己盐味大小加入盐。盐呢一定要加到位，不然的话盐不到饭不香。接着再用勺子分批加入淀粉水进来，这样分批加入淀粉水，我们可以更好的掌握豆腐羹的浓稀程度，调到一个自己喜欢吃的浓稀程度就行了。最后加一点葱花和小磨香油。这样做的豆腐羹有豆腐、木耳、花生，特别的营养，而且又加入了鸭胗，又特别鲜美，喝起来非常的舒服，从头暖到脚，老少皆宜。喜欢的话就试试吧。我是阿胖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您的观看。首先把草鱼两面的鱼腥线都要取出来，顺着鱼刺生长方向，把上下两面的鱼肉片下来。菜刀倾斜45度，分离鱼肉和鱼皮。把鱼肉里面的红色部分剔除掉。3斤大的草鱼只得到了200克鱼肉，放进绞肉机里面，加入姜片、葱白，打成鱼泥，再加点清水，继续搅拌。鱼泥尽量打得细腻一些。现在开始调味，加入食用盐、白胡椒粉、鸡汁，再打入2个鸡蛋清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。碗内倒入清水，加入木薯淀粉大约100克，分3次加入，搅拌融合，一定要搅拌上劲，大约搅拌20分钟，这样做出来的口感才会更弹牙。倒入模具里面，用筷子戳几下排下空气，再轻轻震荡一下，进一步排出空气，之后盖上保鲜膜，用牙签戳几个洞。水开上锅，开大火蒸30到40分钟，蒸熟取出来放凉。放凉之后，取掉底部保鲜膜，放到清水里面，先用刀切成条。放水里面有2个好处，一是刀子好切，二是泡过之后口感更劲道，最后分成小块。可以看到鱼豆腐非常有弹性。之后控水捞出，
这样做的鱼豆腐可以炒着吃、炸着吃、煎着吃、烤着吃，还能吃火锅。吃不完放冰箱冷冻1年都不会坏，做法简单，喜欢就试试吧。